位觀眾，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大紀元真言真語》嘅節目。今次咧，我哋再次請到資深銀行家吳明德教授。Hello， 大家好。係啊，咁即係而家咧港版國安法，聽聞就係呢個星期六、星期日有通過，但喺之前咧已經美國製出咗呢一個制裁方案，就叫做香港自治法。咁你分析呢個到底點解喺呢個時候有啲咩影響啊？咁你推翻前2個星期咧，蓬佩奧見阿楊潔篪啊嘛，咁啊2個分咗手之後，各自翻去見大佬啦嘛，咁啊話俾大佬聽我哋嗰個收穫結果，咁啊大佬就話俾佢聽，譬如美國大佬話俾佢聽啊，你可以講慢慢講出去啦咁最近咪講咗話楊潔篪講話俾阿蓬佩奧話，我咧俾佢2個星期，而家咧我再唔咧聽佢講嘢啦，因為我哋聽咗咧40年㗎啦，佢啲講啲嘢咧美言美語咧我唔再聽，我只係睇佢點做，所以佢話我睇佢嘅行為咯。咁啊呢2個星期睇佢咩行為啊？就係第一，落實中美貿易協議裏邊另外一段咧，唔係淨係買嘢，係要咧你中國國內盜取我嘅知識產權，同埋咧我哋嘅技術轉讓，呢2樣嘢咧都唔可以做。咁你應承咗人唔做，就係翻嚟立法㗎嘛。咁你一路又話1月日疫情、2月疫情、3月疫情，咁一路都唔立法，咁點得咧？係嘛？咁而家你開放咗我嚟做保險業、金融業，係嘛？我咧3月底前已經開始嚟啦，去到7月下旬，你就俾我變成全資擁有啦嘛。咁全資擁有，咁我好驚你攞我啲知識產權啊嘛。咁以前嗰啲我哋就話我慢慢同你由華為一路數落嚟啦。咁以後嗰啲你就冇得再㗎。咁你要立法講明話俾我哋全個世界嘅人聽，如果你喺裏邊嗰啲人偷取知識產權或者技術轉讓嗰啲咧，你會點樣去懲罰咯？咁佢嘅意思就係話我睇你寫啊，睇你嘅行為，唔係睇你講俾我聽。咁呢個所以今個聽日、後日、大後日就要即刻開會啦。好啦，佢開會主要係講呢一樣嘢。第二樣嘢就當然港版國安法啦。上次你開會翻去咧就話整個更細微嘅説明大會，但係都冇頒布嗰啲草案詳情。咁阿蓬佩奧就係講緊，我唔等你，我自己參議院，我哋共和黨大多數，所以咧就通過曬條法例，即係等咧兩黨喺參議院咧共同，大家即刻攞咗出嚟，即係話俾你聽咧，我禮真嘅，你試下通過，就變成咧冇咗自治，我就即刻將你啲官員咧，有關通過嘅官員咧，即刻可以制裁。好啦，咁點解今次咁容易咧？就係上一次我哋個民主與人權法通過咗，佢簽咗名，但係都冇喐啦。咁你因為嗰個係針對反送中運動啊嘛，咁同埋嗰個門檻高好多嘅，因為你去揾資料去揾嗰啲人權違法人權咧，你係難去搜集，同埋你要成套嘢咧係要唔好冤枉人咧，個過程就難好多，所以一路都未人出。但係今次就容易啦，邊個舉手支持？即係譬如譚耀宗，你係常委，你係舉手支持㗎嘛？咁即係所有人大代表舉手支持過嘅，或者所有常委支持過嘅，又或者香港啲主要官員佢喺度咧落力咁樣去推銷嘅，即係譬如由阿林鄭到嗰啲律政司保安司呢啲落力推銷啊嘛，或者好似張建宗咁寫，佢冇人訪問佢啫，但係佢寫網誌表忠啊嘛，或者以前嗰個金融管理局嗰個任志剛哎呀，我哋平時就話哎呀我的天，你整啲咁嘅嘢俾我，佢就話感謝主喎，係嘛？咁你咪即係同你香港人個個都喺度咧愁眉苦面諗點樣咧走，全世界嘅公民
社會嘅國家都諗下點樣去提供個救生艇俾你香港人。咁係咪全世界嘅人都講緊你立呢條法例就係我的天啊咁？但係你咧就話感謝主，係嘛？咁呢啲唔係咧全部中晒咯。咁佢真係攞呢條法例出嚟就好易知道邊個支持呢個，邊個贊成呢個嘅，全部中晒。你知唔知得6個人唔會有事嘅？就喺人大代表，就係你記唔記得6+1啊？即係1票反對6票棄權啦。咁呢7個人就冇事啦。咁有啲人話：哎呀，我有病喎，即係我唔翻去投票得唔得啊？得，即使你就唔效忠於中共咯，咁咪輪到中共打壓你咯。同埋我選你出嚟做咩啊？選你出嚟舉手啫嘛。係咪啊？即係我唔投票，但我支持國安法，咁樣表態得唔得？你支持國安法？好似我哋李氏家族嘅仔咪係咁咯，我冇投票，但我翻到嚟即係話出個聲明話我支持國安法，嗰啲係咪都係受制裁嘅？咁梗係要啦。咁啊，只不過係制裁輕重啫嘛，係嘛？咁啊，即係教授啦。咁啊，星期5、6同埋星期天咧，到底呢個港版國安法會唔會通過咧？你問我啊？係啊。我估佢唔會咯。哇！你未同即係而家譚耀宗啊、譚慧珠啊，未唱反調咯？人哋話極大機會通過噶嘛。咁佢哋嗰啲叫做咩？當局者迷啊嘛。佢係飲咗中共啲迷藥啊嘛。咁所以佢啲嗰啲迷湯迷藥，咁會令到佢一定會通過咯。咁佢點樣收科喎？而家吹谷哇12場嘅。即係宣講會日日都請晒啲天共人到中聯辦，咁到時點樣收科啊？容乜易啫？阿大佬話唔好住就唔好住噶啦，呢啲係過場要做嘅嘢啊嘛。咁而家阿蓬佩奧成個團隊，除咗蓬佩奧之後，琴日嗰個國家安全顧問，即係新嘅國家安全顧問，就係嗰個保爾頓嗰個接班人，先至發表個聲明，陸續有嚟啊！所有白宮裏邊啲高官啊，即係包括副總統彭斯啊，包括所有做即係政治嘅法律嘅，全部都會輪住講嘢。講咩嘢咧？就係將整個戰略咧具體化。個戰略係乜嘢咧？就係咁多年嚟，過去40年咧就順利中共會改啊嘛，咁啊改邪歸正啊嘛。而家發覺唔能夠改邪歸正就好，既然係咁咧，我收拾你咯。即係由同你俾時間你改邪歸正，到咧而家落實要收拾你，咁佢具體化咧就會逐個官員出嚟講你點解中共啊係變成咧慢慢咧變成一個咩組織咧？就係嗰啲叫做邪惡嘅組織啊。咁或者係拜美國嘅法律咧？就係變成係一啲好似佢哋不接受嗰啲組織，或者係未去到 ISIS 咁啦嚇。但係如果你只要係邪惡嘅組織，佢就可以唔使俾面你作為有個寬免喺佢哋嘅國安法裏邊，即係咧我可唔可以告你咧？我啲國民咁如果咧喺現行嘅法例咧，只要你係一個國家或者國家嘅代表嘅官員咧，我唔可以告你。咁而家佢哋醖釀嘅最大嘅嘢就係咧，根據疫情嚟告你個國家嘛。所以佢而家逐步去揭曉你哋中國點樣奴役你哋嘅中國人民，點樣去行使啲不義嘅行為嘅。咁所以佢一路會出嚟啦。咁如果一路要出嚟，即係你諗下，如果我係阿習近平，我再諗，我雖然係要保住我嘅權位，我可能咧帶動咧四邊周圍喺度咧四面樹敵，都係為咗我保權位啫嘛。但係你阿 Trump 又係為咗保權位，但係你可能11月就俾人隔扯噶咯喎。所以由而家咧7月到11月咧，我忍你4個月啫喎。咁而家你民望跌咗，落後咗拜登14%喎。咁如果我繼續忍你嘅話，我咪可以有一日睇住你死咯，睇住你咧選唔到總統，我先嚟咯。係，但教授，今次呢件事咧，到底
係個關鍵喺邊度咧？你諗下，即係最早推呢個港版國安法嗰時，咁美國已經話要制裁噶嘛，係嘛？咁佢點知大家兩個即係兩個去見面之後，仲覺得可能有啲轉機，咁點知佢2個鐘之後就已經就係出咗啲方案啦。咁即係美國真係制裁啦，咁佢點做啫？咁佢都明知道。佢明知道要制裁佢，如果佢即係都係要繼續向前推嘅話，係咪佢都會攬炒咧？唔會，而家攬唔攬炒係計大家個利益啊嘛，而最大嘅利益喺中國就係習近平計自己嗰個派系嘅利益啊嘛。如果呢個派系嘅利益咧受損嘅話，你梗係冇得推啦，係嘛？即係你估計佢以為啊美國唔夠膽出呢啲招，真係制裁。咁而家都未撞車兩個，大家鬥衝啫嘛。衝到最後一刻都係得停架 boot 㗎，係咪啊？咁你譬如話，而家距離大家仲有50米，咁撞未啊？未啊嘛。咁但係後邊啲觀眾咧就話撞啦，係咪啊？你問我啊嘛，如果你嗌我買，可能咧個莊家就話買佢推嘅話咧就係1賠1.1，唔買佢推嘅咧就1賠5。咁我買唔推啦，我梗係以小博大啦嘛。咁你之前嘅估計係咪都係咁？你睇由幾時開始估計咯？即係3個月前，我估計咧唔到啦，邊會有知呢樣嘢？2個月前都估計唔到啦。點解1個月前佢就出呢樣嘢喎？跟住睇住個發展啊，你一路驚嘅時候，佢哋大家講數喎。咁講數咧，仲有呢2個禮拜又再講數喎。咁講數即係話嗱，你係禮真啊嘛，我就試下你，咁所以佢咪翻去咪出呢啲咁嘅過場咯，過場嘢就整個説明會啊嘛，但係佢都冇整個條例出嚟啊，即使冇整即係冇咯，即係未有咯，係嘛？咁即係大家你出嚟咧，繼續叫呢啲人嚟，咁即係等於叫阿梁定邦啫嘛，入去中聯辦，佢都唔知叫我做乜，但係你揸住嗰個係俾人影到嘅就係嗰個國安法嗰個意見稿啊嘛，係咪？咁你咪繼續俾意見我咯。我而家搜集緊意見啦。我落台佢唔使我教佢噶啦，佢識噶啦。如果佢要落台，係嘛？咁個問題即係話，如果你唔落台，我就已經擺定喺度啦。嗰啲飛彈。咁如果你真係推，我就真係飛過嚟咯。咁即係換句話嚟講咧，啲人就冇將共產黨睇得咁強大同埋恐懼啦。你知香港人呢個星期，即係呢1個月真係好多人好驚㗎，係嘛？即係有啲人已經走咗啦。你身邊可能有啲即係有啲銀行界嘅都將啲錢走咗出去，人都已經走咗。我哋身邊都有啲 KOL 已經走咗啦，咁樣。咁點解釋啊？冇啊，唔使解釋嘅，因為每個人嘅歷練唔同嘛。即係有啲人你年紀輕，或者歷練少啲嘅，咁你分析嘅嘢你會有唔同咯。咁每個人都係為自己打算係最自由噶嘛。咁亦都係因為咁樣先至形成一個公民社會啦嘛。咁而呢個公民社會就係你大家有獨立嘅判斷，有自由嘅思想，係嘛？咁而家咧最好噶啦，喺香港仍然係公民社會啊嘛。咁各自己安排咯，係咪啊？咁你如果今次即係香港自治法出咗之後咧，佢話要制裁一啲包括香港銀行啊，即係唔分國籍嘅銀行，咁即係對於香港市民嚟講，或者金融系統嗰度會有咩影響咧？咁呢個假設佢推出，美國就會制裁啲官員。咁呢啲咧有份嘅官員咧，佢啲戶口啊，或者開喺邊度咧？你開喺全世界唔同嘅國家，佢就話俾你聽嗱。總之我就唔俾佢用美元，咁你咪要刪佢戶口咯，係嘛？咁佢可以開咩？即係譬如我舉一個例，阿任志剛咁樣，咁佢可能喺好多銀行要捧好多銀行場嘅時候，佢個個銀行都開咗戶口。咁將來佢就冇噶啦，即係匯豐銀行即刻要叫佢刪戶口啦咁，因為你唔好累我啊，因為佢條法例講明啊嘛，唔可以幫佢哋制裁嘅人做銀行嘅業務啊嘛，咁即係你唔好累我咯，咁你全部刪晒戶口，咁可能阿任志剛就只可以開喺中資銀行咯。咁點解啊？因為如果你開喺譬如話我啲華資銀行，嗰啲華資銀行都會同美國做生意噶嘛，咁佢話咦做咩你幫阿任先生開戶口啊？你唔好啊，唔係淨係佢啊，
我如果知你同佢做生意咧，我連你都制裁埋啦咁。咁所以啲銀行就會咧歸邊㗎啦。咁佢繼續做生意冇影響㗎，只不過呢啲有翻嘅人咪剔曬啲名出嚟咯，同佢咧刪戶口咯。叫佢安排啲錢搬翻去佢哋自己覺得安全嘅地方咯。係啊，咁對於香港啲金融嚟講咧，而家嘅即係個前景點睇啊？哦，咁如果呢一步出咗，咁佢即係話你總之危害香港自由、損香港嘅自由嗰啲咧，就我唔同你做生意啦。咁自動有一批銀行就驅逐咗你出去，咁嗰啲銀行咧就會繼續做生意啦。佢會繼續俾你用 SWIFT 嘅。佢會繼續俾你即係做美元生意㗎，直至到美國自己嗰啲利益咧撤退曬啦。咁即係譬如你而家美國先至3月底 JP Morgan Chase 啊、Morgan Stanley 啊、AIG 啊嗰啲先至入去做保險同埋證券業務係嘛？咁佢都有美金戶口要喺 office 過嚟過去㗎嘛，佢唔會一刀切佢㗎，但係佢要吹雞咯。吹雞話：喂，你哋要翻嚟啊！咁佢都有個時間過渡嘅，佢唔會即刻話你冇 SWIFT 用啊，你咩？佢唔會，因為佢搞亂個市場，唔係淨係害封閉你啊嘛，係害到其他啲咧株連咗其他啲冇需要嘅國家啊嘛，係咪？即係你好多國家，全世界100幾個國家都喺香港有生意做噶嘛，咁嗰啲公司有嗰啲銀行唔通突然之間冇啊？唔會嘅，唔使擔心呢啲。但係即係而家即係好多啲美資都開始從香港撤走啦，包括即係最近我哋都報道一個美國嘅內衣店咧，咁就係銅鑼灣嗰度，即係旺鋪嗰度都唔租啦，已經走啦。咁始終嚟講，而家中美兩個喺度冷戰時期，咁即係其實香港處於中間，咁係咪即係嗰個到時嘅即係金融環境啊，即係仲可唔可以吸引到咁多外資嚟香港嚟投資咧？你好自然啦，當你嗰個政治唔穩定，咁你梗係影響經濟嘅。咁如果政治唔穩定，人哋諗緊，我本來喺呢度做多27年，你先至變一國一制，然後我去到最後10年先交俾當時嘅政府咧去同你處理。咁所以你佢咪有個穩定期可以做咯，係咪？咁如果你冇個穩定期，咁啊啲人會撤離，咁咪即係等於我上一集同你講過。如果當啲外資銀行覺得呢度咧唔係一個賺錢嘅地方啦，咁佢一撤離，你咪即係越嚟越嗰啲資金少，越嚟越資金少，咁你反映翻喺個經濟裏邊，咪所有嘢都跌價咯，係嘛？即係你啲嘢唔值錢啫嘛，咁啲人會撤離嘅時候，咁你話啲人會帶埋啲錢走噶嘛？咁你再加咧有一半人咧，佢都有可以離開香港喎，即係譬如BNO 啊，譬如歐盟啊、五眼聯盟啲國家都會接待你啊嘛。咁你呢啲叫做咧喺香港培訓出嚟嘅人才，咁人哋其他國家梗係爭住要你啦咁嚟推動翻人哋嗰個競爭力啊嘛。咁所以香港可能唔係一步步衰退咯，一步步走落咯。係啊，咁呢個情況之下咧，咁即係有啲咩商機啊？喺香港嘅商機，咁即刻幫人移民咯，即刻幫人搬屋咯，係嘛？即係自動會有呢啲商機走出嚟㗎。但係呢個香港人好靈活㗎嘛，當佢要去移民之前，佢梗係會打算自己要幾多谷，積幾多谷先至可以去到第二啲地方落地咯。咁當然我哋話最能夠變錢嘅就係嗰啲股票啦。咁啊，你自己啲現金啦，跟住就係啲賺咗錢嘅物業啦。咁如果當咁多賺咗錢嘅物業要賣出嚟，咁而我哋中國經濟又唔好，即係冇一班新嘅權貴或者新嘅有錢人嚟接貨，咁你唔係光跌咯，香港。OK， 好啊，今日就傾到呢度為止啦。咁我哋下次節目再講啦。好啊，OK，拜拜。